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我是阿狸。今天我们不熬鸡汤，不讲玄学，只拆解一场冷兵器时代最极致的绝地反杀。想象一下，一个男人的物理硬件被彻底摧毁，膝盖骨被硬生生挖掉，脸上刻着罪犯的耻辱代码，为了活命只能趴在猪圈里咀嚼排泄物。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中，他已经是一个彻底破产、沦为废弃躯壳的无效资产，但他却靠着一颗没有宕机的大脑，仅用2次精准的资源调度，就彻底操盘了整个中原版图的强制兼并，把当时东亚最大的垄断巨头魏国连根拔起。这个男人就是孙膑。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靠肉体去硬碰硬，真正的博弈是哪怕你双膝跪地，手里只剩下一把烂牌，也能用纯粹的脑力完成降维打击。这场旷世复仇的开端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顶级职场绞杀。公元前4世纪，魏国是无可争议的行业绝对巨头。庞涓作为这家巨头公司的最高军事长官，向同窗孙膑发出了入职邀请。在孙膑看来，这是强强联手，但在庞涓的权力垄断视角下，孙膑那远超常人的战略算力就是最致命的系统性威胁。同门情谊在核心利益面前一文不值。孙膑刚踏入魏国，迎接他的就是物理层面的格式化。庞涓跳过司法程序，直接实施并行与默行，挖去双膝，刺配面部，这招极其精准毒辣。他没有直接清空孙膑的生命条，而是彻底剥夺了孙膑进入古代官场系统的准入门槛。一个无法站立、带有耻辱标签的人，瞬间沦为被踢出权力牌桌的废弃硬件。庞涓将他软禁，试图榨干他大脑里的顶级算法源代码。只要兵法写完，孙膑的物理生命就会被立刻清零。面对死亡倒计时，孙膑的算力开始疯狂运转，他清点了手里的筹码，结果是绝对的零，没有外援，没有资金，连逃跑的物理条件都不具备。他唯一能利用的只剩下庞涓心里的疑虑。为了强行植入安全补丁，孙膑做出了切断生物本能的极端操作。他不仅装疯卖傻，更在庞涓的监视下，双手抓起猪圈里的粪便大口吞咽，甚至没有丝毫生理抗拒。他用这种极其反人类的自我格式化，向庞涓递交了威胁值清零的底层数据。庞涓的认知盲区终于被触发，他确信这个天才的大脑已经彻底宕机，监视系统随之降级。孙膑硬生生从死局中撕开了一道1/1000的生存缝隙。不久后，齐国使臣造访魏国，孙膑拖着残躯在深夜完成了一次惊险的越狱路演。他没有浪费时间哭诉，而是用最极致的战略推演，向齐国外交官展示了自己大脑的恐怖估值。齐国使臣做出了回报率极高的风头决断，将这个非法移民藏在车厢底部，带离了地狱。活下来只是第一步，逃到齐国的孙膑依然是边缘人，他没有资格踏入朝堂。为了获取国家级的战争杠杆，他精准锁定了一个高流水、高曝光的博弈项目，那就是齐国贵族的赛马场。田忌作为齐国高管，在对等消耗的赛马规则中逢赌必输。孙膑没有去看马匹的硬件参数，他敏锐地抓住了规则漏洞与对手的心理盲区。他让田忌直接梭哈1200两黄金，抛出了一套打破常规的降维打击方案。放弃下等马的第一局是果断切割沉没成本，随后用上等马对中等马，中等马对下等马，这不是简单的相马，这是资源错位配置的巅峰博弈。孙膑用局部劣势去对子敌人的局部优势，从而在核心赛道实现全面碾压。田忌赢了巨款，但孙膑赢下的是齐国高层的信任背书。田忌立刻将他引荐给齐国董事长齐威王。孙膑只用半天时间，就向齐国最高决策层证明了自己的战略级价值。他跳过了所有繁文缛节，直接以残疾之躯接管了齐国这台国家机器的军事方向盘。当孙膑重返牌桌的情报传到大梁，庞涓知道宿命的对撞已经无法避免。公元前354年，魏国为了巩固垄断地位，出动8万重装精锐围攻赵国首都邯郸。赵国濒临破产，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面对士气正旺的魏国核心资产，田忌本能的想去邯郸硬刚，孙膑立刻叫停了这种千里送人头的无效消耗。他甩出了冷酷的底层逻辑，去邯郸就是把脑袋塞进全速运转的电锯，进是死，退也是被兼并。面对结构性死局，
孙膑抛出了冷兵器史上最惊艳的必杀技围魏救赵，他绕开局部战场，直插魏国极度空虚的大本营大梁。这是用敌人的核心资产做强制性的利益置换，庞涓绝不敢丢掉国都，他只能被迫放弃邯郸。为了让庞涓在撤退中暴露破绽，孙膑开始投喂假数据，他派2支偏师去打平陵，故意送死，用几千条人命做筹码，制造齐军不堪一击的假象。庞涓收到战报，陷入了固有的信息茧房，认为孙膑的奇谋不过如此。就在庞涓丧失警惕时，齐军直插大梁的情报引爆了他的神经。为了抢时间回防，庞涓主动脱掉了魏武卒最依赖的重甲防御系统，全军轻装急行。孙膑坐在战车里，精准计算着敌人的体能损耗和行军路线。在桂林设下伏击圈，失去装甲保护，体力透支的魏军一头扎进齐军的重弩矩阵，遭到单方面屠杀，庞涓沦为阶下囚。这就是第一次降维打击。不拼消耗，只拼对人性的算计和资源调度。但政治博弈没有大团圆，庞涓作为政治妥协的产物被放回魏国，耻辱让他变成了只求复仇的疯狗。13年后，魏国再次出动倾国之兵攻打韩国，孙膑故技重施，等双方流干鲜血再直插大梁。但庞涓这次学聪明了，他放弃韩国，死死咬住齐军尾巴，试图用钢铁虫步兵把孙膑碾成肉泥，打不过跑不掉，齐军陷入十死无生的绝境。孙膑没有整顿阵脚，而是祭出了更毒辣的减灶计。他死死掐住庞涓，狂妄轻敌的致命死穴，顺着庞涓的偏见，第一天10万炉灶，第2天5万，第3天3万。极高组织度的伪造现场，给庞涓投喂了齐军大规模逃亡的虚假数据。庞涓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彻底丧失统帅理智，抛弃步兵主力，只带轻骑兵日夜狂奔追击。庞涓亲手剥离了最坚固的物理外壳，变成了案板上的肥肉。孙膑精确计算出庞涓抵达马陵的时间，砍倒树木，堵死道路，留下一棵剥皮白树，刻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他算死了庞涓在黑夜中必然举火照明的本能，火光亮起的瞬间，万箭齐发。魏国引以为傲的五族精锐彻底清零，跌出超级大国行列。庞涓绝望自刎，孙膑赢了，他打断了魏国的霸主脊梁，但权力的游戏还在继续。带着灭国军功班师回朝的孙膑和田忌触发了古代政治系统里最致命的军功压制线。总经理邹忌为了保住基本盘，用算命先生的拙劣陷阱强行给田忌植入谋反的怀疑种子，齐威王的信任链条断裂，田忌本能的想用武力掀桌子，带兵包围了都城。孙膑坐在战车里，看透了权力的诅咒。兵法能算准敌人，却算不准系统的猜忌。武力解决内部矛盾，只会引发全面内战，导致齐国资产土崩瓦解。在这个关键节点，孙膑做出了极其反直觉的决策，主动清仓套现。他劝田忌扔掉所有政治筹码，交出兵权，切断与齐国权力中枢的绑定，直接跑路流亡楚国，这就叫保命套现。他放弃了一代权臣的荣华，却成功避开了名将不得善终的系统性清洗陷阱，保全了自己残破的肉体。时间是无情的清洗程序，几年后齐威王去世，齐宣王平反旧案，将他们请回齐国。但面对大权独揽的爽文剧本，老去的孙膑选择了拒绝。他面临着物理硬件不可逆衰竭的终极死局，战国已经堕落成不计成本的歼灭战场。单靠天才大脑的微操已无法左右几十万人级别的对抗系统，个人的战术胜利在时间长河中终将被降维成单薄的标签。为了打破物理寿命的限制，让底层逻辑不被时间吞噬，孙膑坐在轮椅上，拿起刻刀，剥离所有道德悲悯，把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还原成最赤裸的利益算计与人性博弈，编纂了超越时代的孙膑兵法。他提出了必攻不守的核心理念，永远不要在敌人的框架里防守，要直接掐住死穴，强制置换。他将恐惧、贪婪提炼成攻心法则，确立了战胜而强力的终极目标。他把这套最高维度的生存算法毫无保留地刻入历史，这是残疾囚徒对命运最彻底的掀桌子。肉体可以腐蚀，但底层法则永存。后世无数名将都在沿用这套刻在竹简上的源代码。今天冷兵器早已淘汰，但孙膑布下的巨网依然在现代残酷博弈中生效。
商海的以小博大就是田忌赛马的资源错位，金融狙击就是围魏救赵的攻其必救，资本市场的恶意示弱就是减造剂的投喂假象。他把竞争升华成了看透人性的顶级智力碾压。现代人面临失业、破产、背叛等所谓绝境时，本能反应是愤怒或躺平。但请想想那个在猪圈咀嚼排泄物的男人，孙膑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性的最高境界，彻底剥离情绪，在生存危机面前，愤怒极其廉价。自尊心是必须最先抛弃的沉没成本，像冰冷的计算机一样扫描系统漏洞，只要逻辑中枢不宕机，保留对人性的计算能力，这世界就没有真正的绝境。真正的强者不是天生底牌完美，而是哪怕被敲碎双膝，深陷泥沼，依然能纯粹靠大脑算力作为刀刃，把充满恶意的世界一刀刀雕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时间带走了残躯，算法依然闪耀。希望这段降维解剖能给你面对人生死局的底气。感谢收听今晚的故事，夜深了，祝你好梦，晚安。